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可以将这个2D 图像以及视频转化为这个3D 图像和视頻的這個工具。那麼這個工具呢，好多人都挺想要的。然後這個最近它更新的話，應該是在上周，我看了一下有一個更新啊，幾天前也有。它這個工具呢，其實很長時間沒有更新了，然後突然更新了一下，那我們也給大家更新一下。然後它的更新內容呢，主要就是看一下啊，它主要是加了幾個模型。界面的變化呢不是很大，大家看這個啊 ，IW3，那麼這個是我們這個工具的名字。然後呢，它這個9月份的時候添加了3個模型，下面也更新了一下啊，就基本就這樣。待會兒咱們看界面再給大家說啊。那麼這個工具的話，我們看一下啊，今天這個包的話有一點大，15G，之前才2個多 G，上回我給大家發上去之後呢，好多人這個下載模型下載不下來，所以這回我就把這個所有的模型都給大家下載了，所有模型都在這兒。大家看這個，這就是所有的模型全部放進來了，那麼省得大家下載了。然後下載完之後呢，你就點啟動，還是咱們這個啊，這個咱們稍等一下啊，這個啟動還挺快的。這個是我們的這個使用界面啊，大家看到跟上一次區別不是很大，多了一些選項。然後大家看這個上面啊，多了這麼一行，那麼這玩意兒呢，就是你這邊選好之後呢，可以保存這個設置啊，下一次可以直接用。然後其他的話，這個下面有個保持畫面邊界，我是忘了這2個到底是哪個是新加的了，這倆應該是有一個是新加的。這個選項呢，我給大家簡單說一下啊。首先呢，咱們是這個輸入的話，我們選一個這個啊，比如說我們先選一個圖片，然後輸出啊，輸出文件夾大家自己選，這個我就不選了。然後我們選完之後呢，那麼這邊啊就是一些需要調整的選項。這個和這個的話，其實保持默認就行了。這個設備，然後它默認的是 CPU，然後大家自己選成你的顯卡。然後它多了一項，多了一個這個所有的 CUDA 設備。那麼其實它支持的也是這個 N 卡。然後 3D 強度，咱們來看一下。3D 強度的話，默認建議大家選 2.0， 因為這個 3D 強度呢，代表你生成的最後這個 3D 立體效果的一個強弱，這個值越大呢，肯定這個效果越強；值越小呢，效果越弱。2.0 開始選起，然後你生成一下，對吧？看效果怎麼樣？如果不滿意的話，你再組件裡去調整這個值。當然，這個 3D 效果越強，那麼這個它的邊緣位置呢，可能會出現一些微影，就是比較模糊的一些影子之類的東西。所以大家需要根據你的設備啊，就結合你的 VR 設備啊，然後去調整。還是這樣，然後這個下面呢是一個匯聚平面這樣一個選項，這個東西呢有3個值，0、0.5、1啊。那麼如果你的屏幕是這個曲面屏的話，那麼你就選1就行了。然後這個0的話，這個官方說是效果不錯啊，但是這個邊緣處呢會模糊，所以我們建議大家選0.5啊，0.5的效果應該是比較好一些的。然後這個值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我們不是有個視角嘛，你自己的一個大小啊，如果你選的是0.5或者是其他的值的話，那麼可能你的視角是剛剛好。如果你選的太大或者太小的話，那麼你的視角可能是往上看的，或者是往下看的，就是你自己的大小和這個畫面的一個大小的一個差值，大家可以這麼理解。這個值呢，因為它只給了3個選項啊，但實際上你是可以自己輸入這個數字的，就是我輸入這個110，那太大了。所以還是建議大家0.5，如果不滿意的話，你再繼續調整。這個自定義尺寸也不要掛，合成視圖，大家就選第一個就行了啊，因為它有2個選項，一個是左眼，一個是右眼。選錯的話，那麼可能只有1隻眼睛的效果，或者是很奇怪的效果。肯定我們選擇是2隻眼睛都有。這個方法這邊很多，大家可以自己試。然後這個深度模型，這回呢最下面這幾個模型應該是新加的啊，然後這些應該是新加的。上回應該是沒有，反正我都給大家下了，就大家自己去試吧。這個因為我也沒有 VR 設備，所以我也沒法給大家說到底哪一個好。反正官方給的一個說法就是前面這一堆的話，可能這個深度的效果會好，就是其實也是影響立體效果嘛，就立體效果的效果會好，但是呢可能會有微影，邊緣處呢會模糊之類的東西啊，大家自己試，根據你的實際情況。深度分辨率就保持默認，沒必要調整它。前體縮放也是啊，我建議大家0就行了，就別動了。邊緣修復
邊緣模糊的時候你就調這個值啊。大部分情況来說別动，因為我们不太懂，你調了之后呢，反而可能不如这个效果好。散弱抑制这个好理解是吧？就是画面散的话，邊緣檢測，反正也是就是如果你邊緣出了問題的話，你就試一下這些，都是調整這個邊界的立體格式，沒什麼說的。這邊盡量保持默認啊，這有個像素空間，這個像素空間呢也會影響就是最終這個出來的畫面的效果，這個呢建議大家不要動。其他的話其實沒什麼說的，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有影響效果的。這些什麼旋轉啦，這個右旋左旋，這個都針對畫面的，因為這是視頻濾鏡嘛，會對畫面進行造成影響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，你可以自己來試。這個處理器這邊，首先選顯卡，這個我們剛才說了，批處理大小對吧？如果你顯卡好的話，你就調大一些；顯卡不太好的話，你就調值小一些啊。大概就這樣。工作線程也是啊，就是我同時處理的這個數量，就是如果說顯卡好，你就調大。顯卡不好的話你就調小，這個沒啥說的。低線程模式也是根據你的顯卡，這個 FP16 對吧？這個 FP16 的話，如果你顯卡支持的話，你就勾上啊。如果你是顯卡是那個16系顯卡，比方說1660之類的，那麼你就別勾，因為這個16系顯卡不支持這個 FP16 的格式。其他沒了，然後我們直接看一下效果。好，然後呢，我們點這個開始。那麼這邊呢，首先是加載模型。因為都下載了嘛，模型加載很快啊。然後選的是顯卡，那麼這個應該是很快就過了。我們稍等一下啊，這個已經完成了。完成之後呢，直接點這個符號，播放這個符號，然後它會自己打開這個效果。這個呢，就是已經轉換成了 3D 格式的。如果你會平行眼的話，那麼你現在就可以瞅一眼，看看這個效果。我這個操作不太熟悉啊，我看了半天還是平的。行，就大家自己看。然後這個是圖片，那麼視頻的話，我們也是同樣的給大家選一個，這個吧，還是算了，換一個吧，這個啊，這樣，然後呢，我們其他應該是沒有什麼需要調整的選項，直接點開始。這個視頻的話就這個需要一點點時間，那麼速度還是比較快的，因為有顯卡，如果你 CPU 的話，那麼這邊跑起來就費勁了。好，我們稍微等一下，檢查進度條走完，資源占用看一下。有6個 G 還行啊，資源占用是比較低的。那麼這個效果呢，看一下，好，這個也是變成了這個2個屏幕，那麼合起來呢是一個完整的 3D 效果。大家有平行眼可以自己看，當然最好你還是有這個 VR 設備，VR 設備看起來肯定要比這個強。好，其他就沒有什麼可說的啊。那麼這個整體的更新呢，其實更新的東西不多，還是針對這個 3D 效果的一些修復啊，效果的一些體現。其實這一部分還是比較要緊的啊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啊，最好是更新一下這邊。好，那麼我們今天就到這兒，大家拜拜。